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在《逐玉》中饰演的是谢征。在西故乡看到很多属于中国古装剧特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就能够给观众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播，他们就知道哦，原来在中国古代是有这些东西的。就是其实这些元素虽然说是很小，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能看到这些元素一点点，他们就会去探究说这个元素背后的故事。刚刚说的台湾同胞看到我们的这些东西，他们也会很喜欢，肯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造型比较出彩，我们的画面比较精美，一定是里面的情感浓度也是在他们心中可以产生共鸣的。跟导演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选择了一些比较有戏剧化的东西，就比如说我的织机领。我一开始在导演提出这个织机领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也是说，哎，这不是那个齐天大圣带的东西吗？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它原来是其实寓意着古代将军他们战胜归来的时候会带的一个东西，就是彰显了自己的胜利嘛，是一个很开心的场面。所以说后来我在跟导演讨论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加在我们剧？他说可以，你有好几场就是带着将士们归来的戏，你可以去使用。首先出现的画面肯定是出场，就是猪圈那一块的那个场景，就是那一束光，那一束光真的是神来之笔。我还记得有一个镜头是从上面天上俯拍的，那个猪圈上面有一个洞，然后透过那个洞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那个镜头我感觉很有意境，它不仅仅代表了我们俩被这个猪圈捆绑在了一起，也能够代表这个洞就是射向我们俩的一束光。它整个画面都已经在交代着，好像在跟你说谢征这个人现在多么需要这么一束光来治愈他。而且谢征那会儿他是抬着头看着樊长玉的，樊长玉在他面前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当时当地的他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这时候突然有这么样一个形象在他面前，你说他不心动，那谁心动呢？谢征在前期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藏锋的人，他会把自己真实的东西都放在心里边，但是如果要让一个人变得真实，他一定不会完完全全的藏得住，尤其是在情绪到最大化的时候，愤怒是会让人展露最本性的自己的。所以说当时当地的他遇到这么一件事情，他把自己如是珍宝的一个人，或者说自己都不敢去碰的人，这么去伤害他，那他有什么理由去放过他呢？而且跪在他面前，他一定是要去把他的本性稍微露出来那么一点。而且这么一点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谢征他真的是一个武安侯，他不只是西故乡那柔柔弱弱的一个伤兵。我虽然是演了很多部戏，但是还是时间短，当时最学不会的一样东西就是控制表情。不是说好不好看的问题，而是说当你一个人在有情绪的时候，你并不会把所有情绪放在脸上，尤其是你遇到一个角色他是内敛的，他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这时候你如果把太夸张的表演放在脸上，观众反而会觉得出戏。在演谢征的时候，我跟导演前期做了很多的功课，包括捋了每一个角色变化的细节。虽然说谢征这个角色在剧里面会有很多的前史都没有拍出来，但是我们前期在做功课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小故事放在心里边，甚至会把它变成就是我自己的小传写在剧本上。尤其是感情戏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这些小传，把这些前史在脑子里过一遍之后，再去镜头前面演绎，一定是会比单纯说台词来得更加自然。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逻辑。如果你一件事情或者说一条逻辑线没有它的前史，你突然插进来一个比较炸的情节，大家是不会相信的。就比如说我跟樊长玉的感情，你如果前期没有非常好的一个铺垫，就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前期相处的时间，大家真的会相信你吗？就不要去指望大家去相信你们的一见钟情，一定是有前面我为你付出，你为我付出，你拯救了我，我拯救了你，大家才会相信你们的感情是真的。西故乡是最纯真的地方，每个邻里乡亲的关系也写得非常的立体。为什么要去描写这么一段故事呢？就是其实是做一个烘托，前面只有把这些东西氛围感做浓了之后，后边给土村
后边进入朝堂部分，后边再进入去跟反派对抗的过程当中，观众才能去共情你。然后我杀猪养野很经典的一句台词，然后还有一个风雨郎停梦已醒，这句我也很喜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梗，还是一个很突出他角色性格的。就用这一句诗就已经交代了我和李青之间的角色关系。他就是个军师嘛，然后我是一个将军，我跟他之间的人物关系就是时常会这种打趣，然后我又很嫌弃他，然后他又是文绉绉的。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当然是最直接的意思，是我跟樊长玉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有一种其实是剧里边没有什么篇幅去描写说谢征对于西固巷的怀念。我觉得这句话能够代表一些谢征的心境。他在处理完这些事儿之后，他在把自己的愁或者把自己心里的怨气消解掉之后，他一定会想到西固巷那段时光。因为谢征小时候母亲很早就死了，他也因为这份情感而感到自责。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到压迫的人，包括长大之后还被背叛。他其实整个成长过程没有得到太多的善意。他在西固巷是他人生当中唯一一段比较温暖、比较被给予到爱的地方。所以说我写这句话其实一方面是在写我跟樊长玉的感情，另外一方面我是想借这句话去表达一下我谢征对于西固巷这个时段经历的生活遇到的人的怀念。因为我是12月份的摩羯，然后我自己性格从小到大也不太会去表达爱，所以说我自己在演这种感情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所谓的留白，就是有些东西你不必说的太满，你说的太满就会显得很过，听我话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全盘接受。所以说很多东西我喜欢用细节去呈现，就比如说手上的动作，你戳破窗户纸，或者说你画面的运用，就是那个从天而降的那束光，还有一些构图上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让观众去对你这场戏产生遐想。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看剧和看小说还不一样，小说的文字它可以让你有很多脑补的空间，你可以去想象他这个主角人物形象是怎样的，你可以想象他台词之间，他的每句对话之间他们会做什么动作，这种想象是非常有魅力的。我自己看小说也是这样，就我喜欢看那些文字之间留白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靠我的想象去弥补就行了，这都是想象的力量。其实我一直想尝试现代的职业剧，我发现演这种剧你可以去学到一段自己平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知识。就比如说你学了中医，我只是摸了一下中医的职业而已，但是我已经学会了一些中医的知识。如果有一天我能演一个职业剧，比如说演个律师啊，做广告的人啊，我就可以去学习他这个职业所有的知识嘛。以前我一直说我想拥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角色名字的时候能想起我的。当然无所谓大小角色，无所谓正反派，只要这个角色是立体的，而不是说看到我的名字才会去联想到这些角色的。我非常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在我身上，我也在为此而努力着。